欢迎来到小鹿故事会，听故事长智慧，品人生。每天分享精彩民间故事。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：男子雨夜借宿破庙，见女子头顶盖头不穿鞋，他抽刀砍在地面。那年月正值晚秋时节，天黑得早，冷风嗖嗖地刮，直往人衣领子里钻。有这么一位男子，姓李，名大胆，是个走南闯北的货郎，肩挑扁担，手提拨浪鼓，走村串户，贩卖些针头线脑、日用杂货啥的。李大胆这名字不是白叫的，他胆儿真就比一般人大，走夜路、过坟圈子那是家常便饭，从不惧色。这天，李大胆挑着货单，从南边的小镇往回赶，打算在天黑前赶回村子。可谁成想，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，雨点跟豆子似的往下砸，没一会儿功夫，地上就积起了水洼。李大胆赶紧找了棵大树避雨，心想等雨小点再走。可这雨越下越大，天也越来越黑，四周除了雨声啥也听不见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眼看这天色越来越晚，李大胆心里犯了嘀咕，这可咋办？总不能在这儿耗一夜吧。他抬头往远处一望，隐约看见前面山脚下有一座破庙，心中顿时有了主意，得嘞，就去那破庙躲一宿吧，总比在这儿挨焦强。打定主意，李大胆迈开大步，朝着破庙奔了过去。这路可真难走啊，泥泞不堪，一脚深一脚浅的。等他好不容易走到破庙前，浑身上下已经湿透了。这破庙年久失修，破破烂烂的，门都掉了半扇，风一吹，吱嘎吱嘎的响。李大胆推开半扇门，走了进去。庙里黑漆漆的，啥也看不见，一股霉味扑鼻而来。他摸索着找了个角落，放下货担，掏出火折子，吹了口气，火苗扑的一下着了，照亮了四周。这一照，李大胆吓了一跳，只见破庙的正中央竟然坐着一个女子，身穿大红嫁衣，头顶盖头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，脚上还没穿鞋，白花花的小脚丫子露在外边。李大胆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啥情况？大半夜的，咋还有新娘子在这儿呢？他壮着胆子咳嗽了2声，问道：那位姑娘，你是谁呀？咋一个人在这儿呢？那女子没动弹，也没吭声，就跟个木头人似的。李大胆心里犯嘀咕，这女子不会是中邪了吧？或者是逃婚的？算了，管她是啥呢，先问问看能不能在这儿借宿一晚。他又往前走了2步，提高嗓门喊道：姑娘，我是过路的，外面下大雨，能不能让我在这儿避避雨呀？这回那女子终于有了动静，只见她缓缓抬起头，盖头的一角滑落，露出一张惨白的脸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李大胆，嘴角勾起一抹诡异的笑。李大胆心里一紧，这笑容咋看咋不对劲儿，阴森森的，让人直起鸡皮疙瘩。但他毕竟是个胆大的，定了定神，说道：姑娘，你别怕，我没恶意，就是想在这儿躲躲雨。那女子还是不说话，只是继续盯着他，眼神越来越不对劲儿，就像是要把他看透似的。李大胆心里越发没底了，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货刀，那可是他走南闯北的防身家伙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庙门被猛地推开，一个浑身湿透的男子闯了进来。这男子一看就是个急脾气，一进门就喊道：这雨可真大，可算找着个避雨的地儿了。他这一喊，把李大胆和那女子都吓了一跳。那男子这才注意到角落里还坐着个人，不由得一愣：哎，这儿还有人呢。李大胆赶紧站起身来，说道：兄弟，我也是来避雨的，外面雨太大了。那男子点了点头，刚要往别处走，突然也看到了那女子，顿时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是咋回事？大半夜的，
咋还有个新娘子在这儿呢？”李大胆摇了摇头，表示他也不清楚。那男子咽了口唾沫，说道：“这地方邪性，咱们还是赶紧走吧。”李大胆心里其实也挺害怕的，但转念一想，这雨这么大，能往哪儿走啊？再说，这女子看起来也不像啥恶鬼，说不定就是遇到了啥难事儿呢。他安慰那男子道：“兄弟，别怕，咱们都是男子汉大丈夫，有啥可怕的？再说，咱也不能扔下这女子不管啊。”那男子一听，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“那好吧，咱就在这儿待一晚，等天亮再走。”说着，他找了块干点儿的地方坐下，浑身直打哆嗦，显然是吓得不轻。李大胆也找了个角落坐下，心里盘算着等天亮了就赶紧走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雨势渐渐小了些，但破庙里的气氛却越来越诡异。那女子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，就像一尊雕像似的。李大胆和那男子谁也不敢说话，生怕惊动了什么。就在这时，庙外突然传来一阵呜呜的风声，像是有人在哭，又像是野兽在嚎叫。李大胆和那男子都吓得浑身一颤，对视了一眼，眼中满是惊恐。那风声越来越近，似乎正朝着破庙而来。李大胆下意识地握紧了货刀，心里暗暗祈祷，千万别是啥不干净的东西啊！就在这时，庙门突然被风吹开了，一股阴风夹杂着雨点扑面而来。李大胆和那男子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紧接着，他们看见庙门外站着一个黑影，高高瘦瘦的，披头散发，看不清面容。那黑影站在门口，一动不动，就像是在盯着他们似的。李大胆和那男子都吓得大气不敢出，心里就像揣了只兔子，砰砰直跳。就在这时，那女子突然动了，她站起身来，朝着庙门走去。李大胆和那男子都瞪大了眼睛，看着她一步步走到那黑影面前，然后竟然缓缓地掀起了盖头。这一瞬间，破庙里仿佛凝固了一般，李大胆和那男子都屏住了呼吸，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。只见那女子的脸在盖头下变得更加惨白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黑影，嘴角再次勾起一抹诡异的笑。而那黑影也动了，他缓缓地抬起头，露出了一张阴森森的脸，眼睛里闪烁着绿光，就像是一只饿极了的狼。李大胆和那男子都吓得浑身一哆嗦，差点没叫出声来。他们这才明白，这女子和那黑影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啥玩意儿呢？他们也说不清楚，反正就是邪性的东西。李大胆心里暗叫不好，这地方果然邪性，得赶紧想办法脱身。他悄悄地把手伸进怀里，摸出了火折子，打算等那黑影靠近了，就用火吓唬吓唬他。就在这时，那女子突然转过身来，朝着李大胆和那男子走了过来。她的步伐轻盈的就像飘一样，脸上还是那副诡异的笑容。李大胆吓得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他下意识地抽出腰间的货刀，对准地面，咔嚓一声砍了下去。这一刀下去，他也不知道自己砍到了啥，反正就是想吓吓那女子和那黑影。这一刀还真起作用了，那女子和那黑影都猛地停了下来，似乎被李大胆的举动给镇住了。李大胆趁机大喊一声：“快跑！”然后拉着那男子朝着庙门冲去。他们边跑边回头，只见那女子和那黑影还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地盯着他们。等他们跑到庙外，回头再看时，那破庙已经消失在夜色和雨幕中，啥也看不见了。李大胆和那男子气喘吁吁地跑了半天，直到再也跑不动了，才停下来。他们互相看了看，都是一脸的惊恐和疲惫。那男子拍了拍胸口，说道：“可吓死我了，那到底是啥玩意儿啊？”李大胆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肯定不是啥好东西。”
咱们算是捡了一条命啊。”两人休息了片刻，然后互相搀扶着，继续往村里走去。这一路上，他们谁也没说话，心里都在想着刚才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景。等他们终于走到村子的时候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村里的人们都还在睡梦中，不知道他们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夜。李大胆和那男子各自回了家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怎么也睡不着。他们都在回味着那一夜的奇遇，不知道那破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。而那座破庙也从此成了村里人口中的禁忌之地，再也没有人敢在夜里靠近它了。至于那女子和那黑影，更是成了村民们茶余饭后谈论的诡异话题，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啥，又从哪里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就到了冬天。这天，李大胆正挑着货单往北边的一个村子赶，突然听见前面传来了一阵喧闹声。他加快了脚步，走近一看，只见一群人围在那里，议论纷纷。李大胆挤了进去，一看之下，不由得愣住了。只见人群中间竟然躺着一个人，浑身是血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李大胆仔细一瞧，这不是那天和他一起在破庙里避雨的那个男子吗？他赶紧上前摸了摸那男子的脉搏，发现还有点跳动，连忙从货担里拿出些伤药，给他简单的包扎了一下。众人见状，也都纷纷上前帮忙，有的去找大夫，有的去通知那男子的家人。李大胆看着昏迷不醒的男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知道这男子的伤肯定和那天晚上的破庙有关。不一会儿，大夫来了，给那男子仔细地检查了一番，然后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伤太重了，得赶紧送城里的大医馆去，不然怕是就不回来了。”众人一听都急了，纷纷表示要帮忙送那男子去城里。李大胆也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，说道：“我熟路，我带他去。”于是众人齐心协力，把那男子抬上了李大胆的货单。李大胆挑起担子就往城里赶去。一路上他心急如焚，生怕耽误了救治的时间。经过几个时辰的奔波，他们终于赶到了城里的大医馆。大夫们见状，立刻把那男子抬进了手术室，开始抢救。李大胆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，心里默默祈祷着那男子能够挺过这一关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手术室里的灯终于灭了。大夫走出来，摘下口罩，对李大胆说道：“你这位朋友真是命大，伤得这么重，竟然还能救回来。”李大胆一听，顿时松了一口气，心里的一块大石头也落了地。他赶紧问道：“大夫，那他现在咋样了？”大夫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已经脱离危险了，不过还得观察几天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后遗症。”李大胆感激地谢了大夫，然后坐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，等着那男子醒过来。这一等就是整整一夜。第二天清晨，那男子终于睁开了眼睛，看到了守在一旁的李大胆。他努力地张了张嘴，说道：“大胆，是你救了我。”李大胆笑着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可不是咋的，你小子福大命大，阎王爷不收你。”那男子笑了笑，然后神色变得严肃起来，说道：“大胆，我有件事儿得跟你说。”李大胆一愣，问道：“啥事儿？”那男子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缓缓地说道：“那天晚上我在破庙里看到的，根本就不是人。”李大胆心里咯噔一下，问道：“那你看到的是啥？”那男子说道：“是鬼，是厉鬼。那女子和黑影都是鬼。”李大胆心里一紧，问道：“你咋知道的？”那男子说道：“我醒来后，脑子里就像过电影似的，一遍遍地回放着那天晚上的事儿。我突然想起，我爷爷曾经跟我说过，厉鬼索命都会先迷惑人的心智，让人看到幻象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那天晚上我们看到的，
根本就不是真实的东西。李大胆听了，心里不由得一阵后怕。他想起自己那天晚上砍向地面的那一刀，或许正是那一刀，才让他和那男子逃过了一劫。那男子继续说道：“大胆，这事儿咱们得管，不能让那些厉鬼继续害人。”李大胆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管，肯定得管。不过咱得先弄清楚，那些厉鬼到底是咋来的，为啥要害人？”于是两人商量了一番，决定先去找找那座破庙的线索。他们打听到，那座破庙原来是一座古老的祠堂，供奉着当地的一位神灵。后来因为战乱和饥荒，村民们纷纷逃离，祠堂也就荒废了。李大胆和那男子决定去祠堂的遗址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到些什么线索。他们带着干粮和水，踏上了前往祠堂的路。一路上，他们翻山越岭，历尽艰辛，终于找到了那座荒废已久的祠堂。祠堂已经破败不堪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。他们走进去，只见里面杂草丛生，蛛网密布。李大胆和那男子仔细地搜寻着，希望能找到些什么。突然，那男子指着墙角的一处石碑，说道：“大胆，你看那儿。”李大胆和那男子对视了一眼，心里都明白了。他们决定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化解这场冤仇，让那些厉鬼得以安息。他们四处打听，终于找到了一位当地的老者。这位老者已经年过80，见多识广，对当地的传说和故事了如指掌。他听了李大胆和那男子的来意后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这事儿我听说过，要想化解这场冤仇，就得找到当年冤案的证据，为神灵洗清冤屈。”李大胆和那男子一听，顿时有了希望。他们决定，无论如何都要找到那些证据，为神灵平反昭雪。于是，他们开始了漫长的寻找之旅。他们走遍了附近的村庄和城镇，询问了无数的老人和长者，终于在一个古老的藏书楼里找到了当年冤案的全部卷宗。他们带着卷宗回到了祠堂。在祠堂里，他们举行了一场庄严的仪式，将卷宗供奉在神灵面前，为神灵洗清了冤屈。仪式结束后，他们静静地等待着。不一会儿，只见祠堂里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，那女子和黑影的身影在狂风中若隐若现。他们似乎感受到了神灵的原谅，渐渐地变得平静下来，最终消失在了空气中。李大胆和那男子相视一笑，知道他们终于完成了使命。他们走出祠堂，只见天空阳光明媚，万里无云。他们知道，从此以后，这座祠堂将再也不会有厉鬼出没，而他们也将开始新的生活。从那以后，李大胆和那男子成为了莫逆之交。他们一起走过了许多风风雨雨，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他们都会携手共度。而关于那座破庙的故事，也成为了他们心中永远的回忆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商人归乡途中款待乞丐吃饭，乞丐想保命回家莫吃饭菜。那年深秋，商贾李富贵在江南一带做完了茶叶生意，满载而归。这李富贵啊，是土生土长的辽东人，为人豪爽仗义，心地善良，在商贾中也是颇有名望。此次归乡，他驾着一辆马车，车上装满了上好的龙井茶，打算回到家乡好好孝敬年迈的老母亲，再置办些田地，过上安稳日子。这天，李富贵行至一处山林，天色已晚，秋风萧瑟，林中鸟雀归巢，寂静得让人心里发慌。马车在山路上颠簸，李富贵紧了紧身上的裘皮大衣，心里盘算着再赶一程，找个村子歇脚。就在这时，马车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身影，拦住了去路。李富贵勒住缰绳，借着月光一看，原来是个衣衫褴褛的老乞丐，蓬头垢面，手里拄着一根破木棍，身体在风中瑟瑟发抖。
李富贵心生怜悯，忙下车问道：“老人家，这么晚了，您这是要去哪儿啊？”老乞丐抬起头，露出一双浑浊的眼睛，声音沙哑道：“这位老爷，小老儿本是这附近村子的，因家中遭了灾，逃难至此，已多日未进食，求老爷行行好，赏口饭吃吧。”李富贵一听，连忙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您这得见外了，出门在外，谁没有个难处？我这马车上有干粮，还有刚煮好的热茶，您要是不嫌弃，就跟我一起吃些吧。”老乞丐一听，眼中闪过一丝感激，连声道谢。李富贵将老乞丐扶上马车，从车厢里拿出干粮和茶水，二人便吃了起来。老乞丐吃得狼吞虎咽，显然是饿极了。李富贵在一旁看着，心里五味杂陈，不禁想起了自己小时候，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，常常靠邻里乡亲的接济度日。吃完饭后，老乞丐抹了抹嘴，感激地对李富贵说道：“老爷真是菩萨心肠，小老儿无以为报。不过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忙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您尽管说，我李富贵是个直性子，有啥说啥。”老乞丐叹了口气，低声说道：“老爷此次归乡，怕是有凶无吉呀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忙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您这话从何说起？”老乞丐说道：“老爷您有所不知，这山林之中常有妖魔鬼怪出没，尤其是这深秋时节，更是他们活动频繁之时。老爷您身上阳气旺盛，又满载财物，正是他们眼中的肥肉。我看您这马车上的茶叶香气扑鼻，定是上好的龙井。这香气若是被那些妖魔闻到，定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心里不禁有些发毛，忙问道：“那老人家，您可有破解之法？”老乞丐说道：“破解之法倒是有，不过得老爷您自己拿主意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忙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您快说吧，只要能保我平安归乡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”老乞丐说道：“老爷，您若想保命归乡，莫吃饭菜。”李富贵一听，愣住了，不解地问道：“老人家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老乞丐说道：“老爷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世间的妖魔多以人的精气为食，而人的精气又多藏于食物之中。您若是不吃饭菜，只喝水，那妖魔便无法从您身上摄取精气，自然也就不敢靠近您了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心里犯了嘀咕，心想这老乞丐的话听起来玄乎，但仔细一想，却也有些道理。于是他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老人家，我听您的，今晚就不吃饭菜了。”老乞丐见状，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老爷，您放心，只要您按照我说的做，定能平安归乡。不过这一路上，您还得多加小心，若是遇到什么异常情况，切不可惊慌失措，要保持冷静。”李富贵连连点头，心中对老乞丐感激不尽。二人又聊了一会儿，老乞丐便告辞离去。李富贵望着老乞丐远去的背影，心中感慨万千，心想这世道真是无奇不有，自己一个商人，竟也能遇到这等奇事。当夜，李富贵果然没有吃饭菜，只喝了几碗清水。他躺在马车上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耳边是呼啸的风声，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野兽嚎叫声，让他心里一阵阵发紧。不过想起老乞丐的话，他又安慰自己，只要保持冷静，定能平安无事。就这样，李富贵在紧张与不安中度过了一夜。次日清晨，他醒来时，发现马车外已是阳光明媚，鸟语花香。他心中一喜，心想这老乞丐的话果然灵验，自己昨晚果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。于是他驾着马车继续赶路。一路上，他严格按照老乞丐的吩咐，只喝水不吃饭菜。
起初他还觉得有些难受，但渐渐的也就习惯了。他心中暗自庆幸，心想自己这次归乡，真是遇到了贵人相助。然而，就在他以为一切都将顺利进行时，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这天傍晚，他来到一座小镇，打算找家客栈歇脚。他走进一家客栈，要了一间上房，又让店小二准备了热水和饭菜。店小二见他只点饭菜不要酒水，心中有些好奇，便多嘴问了一句：“这位老爷，您怎么只吃饭菜不要酒水呀？”李富贵一听，心中一紧，忙说道：“哦，我近日身体不适，不宜饮酒。”店小二一听，也没多想，便转身去准备饭菜了。李富贵坐在客房里，心中忐忑不安，心想自己昨晚没有吃饭菜，尚且平安无事，今晚若是破了戒，会不会惹来什么麻烦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紧接着一个身着道袍的老者走了进来。那老者须发皆白，仙风道骨，手中拿着一把拂尘，一进门便对李富贵说道：“这位老爷，贫道观您印堂发黑，似有灾祸临身，不知可否让贫道为您一算？”李富贵一听，心中更是惊恐，忙说道：“道长，您这话从何说起？”那老者说道：“老爷，您有所不知，您身上阳气虽旺，但近日却遭了晦气，若不化解，恐有性命之忧啊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忙说道：“道长，您可有化解之法？”那老者说道：“贫道这里有一道灵符，只要您将它贴在身上，便可保您平安无事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心中大喜，忙说道：“道长，快请赐符。”那老者从袖中取出一道灵符，递给李富贵，说道：“老爷，这道灵符您一定要贴身收好，切不可丢失。”李富贵接过灵符，小心翼翼地贴身收好，对那老者千恩万谢。那老者见状，微微一笑，转身离去。李富贵望着老者的背影，心中暗自庆幸，心想自己这次归乡，真是吉人自有天相。先是遇到那老乞丐相助，如今又遇到这道长赐福，看来自己这次定能平安无事。然而，就在他以为一切都将圆满结束时，却又发生了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这天夜里，他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听到窗外传来一阵诡异的笑声，那笑声阴森恐怖，让人毛骨悚然。他心中一惊，忙坐起身来，借着月光一看，只见窗外不知何时站着一个身披黑袍的怪人，正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他。他吓得嗷一嗓子，差点没从床上蹦起来，心说这是遇上啥玩意儿了？是那老乞丐说的妖魔鬼怪，还是这道长没说明白的晦气？他浑身直哆嗦，想喊人，可嗓子眼里就像被啥堵住了似的，咋喊都喊不出声。那黑袍怪人也不进屋，就在窗外站着，嘿嘿的笑，笑得李富贵心里直发毛。他壮着胆子，颤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半夜三更的来这儿干啥？”那黑袍怪人也不搭话，还是继续笑，笑得李富贵心里更没底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那道长给的灵符，忙从怀里掏出来，紧紧攥在手里，心里念叨着：“道长啊道长，你这灵符可得灵光啊，要不我这条命今天就交代这儿了。”说来也怪，那黑袍怪人一见他拿出灵符，笑声立马就停了，瞪着他的眼神也变得凶狠起来。李富贵心里更害怕了，忙把灵符贴在胸口上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：“太上老君保佑我，妖魔鬼怪快离开。”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紧接着店小二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：“老爷，老爷，您没事吧？我刚才听到您屋里好像有动静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心里一喜，忙喊道：“
小二，快进来，我屋里有个黑袍怪人。”店小二一听，忙推开门，手里提着个灯笼，往屋里一看，却啥也没看见。他疑惑地看着李富贵，问道：“老爷，您说的黑袍怪人在哪儿呢？”李富贵一看，也愣住了，心说刚才还在这儿呢，咋一眨眼就没了呢？他忙往窗外一看，只见外面黑漆漆的，啥也看不见。他心说不好，这黑袍怪人怕是跑了，忙对店小二说道：“小二，你快去看看，那黑袍怪人是不是跑了？”店小二一听，忙跑到窗前一看，也啥没看见。他回头对李富贵说道：“老爷，您是不是做噩梦了？这外面啥也没有啊！”李富贵一听，心里更害怕了，心说自己明明看到那黑袍怪人了，咋店小二就看不见呢？他忙对店小二说道：“小二，你别管了，你快去把你们掌柜的叫来，就说我有急事找他。”店小二一听，忙转身去找掌柜的了。不一会儿，掌柜的就来了，手里也提着个灯笼，一进门就问：“老爷，您找我有啥事啊？”李富贵忙把刚才的事跟掌柜的说了一遍，掌柜的一听也愣住了，心说这黑袍怪人到底是啥玩意儿？他忙对李富贵说道：“老爷，您别着急，我这就去叫几个伙计来，咱们一起找找看。”说完，掌柜的就转身去叫伙计了。不一会儿，就来了几个伙计，手里拿着棍棒啥的，跟掌柜的一起在客栈里找了起来。可找了大半夜，也没找到那黑袍怪人。李富贵心里更害怕了，心说这黑袍怪人到底是啥来头？咋就这么凭空消失了？他坐在床上，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咋也睡不着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想起那道长的话来，心说这道长既然能算出我有灾祸，那肯定也能帮我化解。他忙穿好衣服，拿着那道灵符去找那道长了。他来到道长的房间，见道长正坐在床上打坐呢。他忙上前，把刚才的事跟道长说了一遍，求道长帮他化解。道长一听，皱了皱眉，说道：“老爷，您这灾祸怕是不好化解啊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忙问道：“道长，您这话从何说起？”道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老爷，您有所不知，您这灾祸乃是命中注定，非人力所能化解。不过您也别太担心，贫道虽然无法帮您彻底化解这灾祸，但却可以帮您减轻一些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忙问道：“道长，那您快说说，咋减轻啊？”道长说道：“老爷，您这灾祸乃是因您身上的阳气过旺，招来了那些妖魔鬼怪。要想减轻这灾祸，您就得想办法把您身上的阳气降下来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忙问道：“道长，那咋降啊？”李富贵一听，心里直犯嘀咕，心说这寒水潭是啥地方？咋这么邪乎？不过他转念一想，这道长既然能算出他有灾祸，那肯定也有点道行，不妨就信他一回。于是他忙对道长说道：“道长，那您知道那寒水潭在哪儿吗？我这就去。”道长说道：“老爷，那寒水潭离这儿可不近呐，您得赶紧动身，要不来不及了。”李富贵一听，忙说道：“行，道长，我这就去准备一下，马上动身。”说完，李富贵就回到自己房间，收拾了一下东西，又跟掌柜的结了账，就匆匆上路了。他一路打听，走了好几天，终于来到了那寒水潭。只见那寒水潭四周都是冰雪，潭水更是冰凉刺骨。他咬了咬牙，脱下衣服就跳进了寒水潭里。他在寒水潭里泡了3天3夜，冻得直打哆嗦，可为了保命，他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。3天后，他从寒水潭里爬出来，只觉得自己浑身无力，就像被啥掏空了一样。不过他心里却踏实了不少，
心说自己这灾祸总算是减轻了不少。他穿上衣服就匆匆上路了。一路上，他小心翼翼的，生怕再遇到啥妖魔鬼怪。就这样，他又走了好几天，终于回到了家乡。他回到家乡后，把这次归乡的奇遇跟乡亲们说了一遍，乡亲们都听得目瞪口呆，心说这李富贵真是命大，竟能遇到这等奇事。从那以后，李富贵就在家乡过上了安稳的日子，再也没遇到过啥妖魔鬼怪。不过，他心里却始终惦记着那个老乞丐和那个道长，心说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，咋就能算出他有灾祸呢？直到有一天，他无意中听到一个传说，说那寒水潭里住着一位水仙娘娘，专门保护那些心地善良的人。他这才恍然大悟，心说自己这次能保命归乡，怕是多亏了那位水仙娘娘的保佑吧。从那以后，他就经常到寒水潭边去祭拜水仙娘娘，祈求她保佑自己和乡亲们平安吉祥。而那寒水潭也成了他们家乡的一处圣地，被乡亲们传颂了一代又一代。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，商人归家，管家成了主人，商人磕头我便成全你。李富贵走遍了大江南北，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银子如流水般进了他的腰包。但无论走得多远，他的心始终牵挂着远方的故乡。终于有一天，他决定放下手中的生意，带着满车的金银财宝，踏上了归家的路。这一日，李富贵骑着高头大马，身后跟着浩浩荡荡的车队，穿过了崇山峻岭，跨过了湍急的河流，眼瞅着就要到村口了。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激动，仿佛已经看到了家中老母那慈祥的笑容，听到了妻子温柔的呼唤，还有那调皮的孩子在院子里追逐嬉戏的声音。然而，当李富贵真正踏进村子的时候，眼前的景象却让他愣住了。村子还是那个村子，但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。房屋破旧不堪，街道上冷冷清清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。李富贵心中一沉，难道家中出了什么变故？他急忙跳下马来，快步走向自家的宅院。到了门前，他愣住了。只见大门紧闭，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大锁。李富贵心中咯噔一下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他用力拍了拍门，大声喊道：“开门啦！我是李富贵，我回来了。”喊了半天，里面终于传来了一阵脚步声。门吱嘎一声开了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探出头来。李富贵定睛一看，这不是自己家的老管家老张头吗？怎么现在成了这副模样？老张头一见李富贵，脸上先是露出了惊讶的表情，随即又变得紧张起来。他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老爷，您回来了。”李富贵急切地问：“老张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家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夫人和孩子呢？”老张头叹了口气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李富贵。原来，在他离家的这些年里，家中遭遇了变故。先是他的老母因病去世，妻子悲痛欲绝，也一病不起。后来，孩子又因为一次意外失去了踪迹，家中没有了顶梁柱，日子越过越艰难。老张头虽然忠心耿耿，但也无力回天。最后，他只好把宅子卖了，用卖来的钱给夫人治病，但最终还是没能救回他的命。李富贵听完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眼前一黑，差点晕倒在地。他扶住门框，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。他不敢相信自己离家多年，再回来竟然物是人非，家破人亡。老张头见状，心中也是悲痛不已。他安慰李富贵说：“老爷，您也别太伤心了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咱们还是想办法往前看吧。”李富贵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强打起精神说：“老张头，这些年辛苦你了。现在我回来了，
咱们一起把日子过起来。”老张头摇了摇头说：“老爷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一个老骨头还能活几天？您还是另想办法吧。”李富贵却说：“老张头，你是我的老管家，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，现在我家破人亡，你就是我的亲人，你不帮我，还有谁能帮我？”老张头听了，心中一阵感动。他想了想，说：“老爷，要是您不嫌弃，我家里还有几间破房，您就先住下吧，咱们再慢慢想办法。”李富贵点了点头，跟着老张头来到了他家。虽然房子破旧，但收拾得还算干净。李富贵看着老张头佝偻的背影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知道自己还有这个老管家在身边，就还有希望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李富贵和老张头一起劳作，一起生活。他们种起了庄稼，养起了鸡鸭，日子虽然清苦，但也算过得去。李富贵心中始终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要找回自己的孩子，重建家园。转眼间1年过去了。这一天，李富贵和老张头像往常一样在地里干活。突然，从远处传来一阵喧闹声。他们抬头一看，只见一群人簇拥着一个衣着华丽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。那男子身后还跟着几个家丁模样的人，一个个趾高气扬，不可一世。李富贵心中纳闷，这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大的排场？他放下手中的农具，迎了上去。那男子一见李富贵，脸上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他仔细打量了李富贵一番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就是李富贵？”李富贵点了点头说：“正是我，不知阁下是？”那男子冷笑一声说：“我是赵财主家的管家，我家老爷听说你回来了，特意派我来请你。”李富贵心中一紧，赵财主，那可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地主，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。他找我干什么？难道是想找我麻烦？李富贵正想着，那管家已经不耐烦了，他催促道：“快走吧，别让我家老爷等急了。”李富贵只好跟着管家来到了赵财主家。一进大门，他就愣住了。只见赵财主坐在太师椅上，翘着二郎腿，脸上带着一副得意洋洋的表情。而在他旁边，竟然坐着一个年轻人。那年轻人长得眉清目秀，和李富贵有几分相似。李富贵心中一动，难道这是我的孩子？他急忙上前几步，仔细打量那年轻人。那年轻人一见李富贵，脸上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。他站起身来，迟疑地喊道：“爹！”李富贵一听，心中一喜，这果真是自己的孩子。他急忙上前，一把拉住年轻人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孩子，你终于回来了！这些年你到哪里去了？”年轻人却低下了头，嗫嚅着说：“爹，我被赵财主抓走了，他逼我给他当干儿子，还说不听话就打死我。”李富贵一听，肺都要气炸了。他瞪着赵财主说：“赵财主，你身为一方地主，竟然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”赵财主却哈哈大笑着说：“报应？我赵财主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怕什么报应？倒是你李富贵，你家破人亡，一无所有，还想跟我斗？我劝你还是乖乖地把家产交出来，然后滚出这个村子吧。”李富贵咬牙切齿地说：“赵财主，你别太过分了。我家虽然遭了难，但也不是好惹的。你今天要是敢动我儿子一根汗毛，我就跟你拼命。”赵财主却不屑地说：“就凭你一个破落户也敢跟我拼命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说着，他一挥手，身后的家丁就冲了上来。李富贵见状，急忙护住儿子，双方你来我往，打成了一团。就在这时，只听一声怒喝：“住手！”众人抬头一看，只见老张头手持一根木棍，
站在了门口。他瞪着眼睛，气呼呼地说：“你们这些人也太欺负人了！李老爷是我们家的恩人，你们谁要是敢动他一下，我就跟你们没完。”赵财主一看老张头，不屑地说：“老张头，你一个老骨头也敢来凑热闹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”老张头却毫不畏惧地说：“赵财主，你别以为我们怕你。今天你要是敢动李老爷一下，我就跟你拼个鱼死网破。”赵财主被老张头的气势镇住了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冷笑道：“好，既然你们想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”说着，他又一挥手，家丁们又冲了上来。李富贵和老张头背靠背站在一起，奋力抵抗，但无奈对方人多势众，他们渐渐感到力不从心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从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众人抬头一看，只见一队官兵骑着高头大马冲了过来。领头的军官大声喊道：“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行凶作恶！你们眼里还有没有王法？”赵财主一看官兵来了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他扔下手中的棍棒，转身就想逃跑，但官兵们眼疾手快，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。军官走到李富贵面前，拱手说道：“李老爷，我们是附近的驻军，刚才接到报案，说这里有人聚众闹事，我们赶来一看，果然如此。请李老爷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此事。”李富贵感激地说：“多谢军爷，今天要不是你们及时赶到，我们恐怕就性命难保了。”军官却谦虚地说：“李老爷客气了，我们身为官兵，保护百姓安全是我们的职责所在，只是不知李老爷为何会遭到这些人的围攻。”李富贵叹了口气，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军官。军官听完，义愤填膺地说：“赵财主这个人，我早有耳闻，他仗着自己有几个臭钱，就在村里横行霸道。今天这件事，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”说着，他就命令手下把赵财主和他的家丁们都绑了起来，准备带回军营审问。李富贵看着赵财主被押走的背影，心中感到一阵痛快。他知道自己终于为家人出了一口恶气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当李富贵带着儿子和老张头回到老张头家的时候，却发现家里已经被翻得乱七八糟。显然，赵财主的人在官兵到来之前，已经抢先一步来过了。他们不仅抢走了所有的值钱东西，还放火烧了房子。李富贵看着眼前的废墟，心中一阵悲痛。他知道这是赵财主在报复自己，但他也明白自己不能就此倒下。他还有儿子，还有老张头，他们还要一起活下去，重建家园。夜幕降临，老张头家的院子里燃起了一堆篝火，火光映照着三人疲惫而坚毅的脸庞。李富贵坐在火堆旁，默默地看着跳跃的火苗，心中思绪万千。他知道现在自己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眼前的这两个人了。老张头在一旁忙碌着，他找来了一些干草和破布，搭起了一个简易的帐篷。儿子则默默地坐在李富贵的身边，眼神中既有对父亲的依赖，也有对未来的迷茫。“爹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”儿子终于开口，打破了沉默。李富贵深吸了一口气，看着儿子说：“孩子，别怕，只要有爹在，咱们就有希望。咱们先把房子重建起来，然后再想办法过日子。”老张头也附和着说：“对，咱们三个人一起努力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”李富贵点了点头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知道自己虽然失去了很多，但还拥有这两个亲人，只要有他们在，自己就有力量继续前行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三人齐心协力，开始了重建家园的艰苦历程。他们砍树伐木，搬砖运瓦，一点一滴地积累着。
每当夜幕降临，他们便围坐在篝火旁，分享着一天的劳累和收获，也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。时间如流水般匆匆而过，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。经过3人的不懈努力，一座崭新的房屋终于拔地而起。虽然比不上以前的宅院豪华，但却充满了家的温馨和希望。这一天，3人站在新居前，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喜悦的笑容。李富贵看着眼前的这一切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他知道，这一切都离不开老张头和儿子的付出和努力。他们虽然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和挫折，但始终没有放弃希望，始终坚持着前行。老张头，孩子，谢谢你们。李富贵深情地说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这个家。我李富贵发誓，以后一定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老张头憨厚地笑了笑说，老爷，您可别这么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说这些就见外了。儿子也附和着说，是啊，爹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应该互相帮助。李富贵听了，心中一阵感动。他知道自己现在拥有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财富，更是精神上的支撑和力量。这种力量将伴随着他们一起走过未来的风雨历程。然而，生活总是充满了变数。就在他们以为一切都将步入正轨的时候，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打破了平静的生活。这一天，李富贵正在田里干活，突然听到村里传来一阵喧闹声。他放下手中的农具，急忙向村里跑去。到了村口一看，只见一群人围在那里指指点点，议论纷纷。李富贵挤进人群一看，顿时愣住了。只见地上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人，浑身是血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而那人的面容竟然和自己有几分相似。这是谁？怎么会这样？李富贵惊讶地问道。旁边的一个村民叹了口气说，哎，这是赵财主家的一个家丁，听说他因为得罪了赵财主，被赵财主打得半死不活，然后扔出了家门。李富贵一听，心中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。他知道这是赵财主在报复自己，他恨自己坏了他的好事，所以要把气撒在自己的家人和亲人身上。李富贵怒不可遏，他转身就要去找赵财主算账，但旁边的村民却拉住他说，李老爷，您可别冲动啊，赵财主势力大，咱们斗不过他的。李富贵却咬牙切齿地说，斗不过也要斗，他赵财主以为这样就可以吓倒我，我李富贵可不是好惹的。说着，他就挣脱了村民的手，向赵财主家奔去。到了赵财主家门口，他二话不说，抬腿就是一脚，把大门踹得砰砰直响。赵财主正在屋里喝酒作乐，听到动静，急忙跑出来查看。一看是李富贵，他顿时愣住了。李富贵，你怎么还敢来找我？赵财主惊恐地问道。李富贵瞪着眼睛说，赵财主，你干的好事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报复我？我告诉你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跟你拼了。赵财主一听，吓得连连后退。他知道李富贵是个不好惹的茬儿，今天要是惹急了他，自己恐怕性命难保。李老爷，您别生气，这是个误会，都是那个家丁自己不长眼，得罪了我，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您就别再追究了。赵财主陪着笑脸说道。李富贵却不依不饶地说，误会？你说是误会就是误会了，你今天要是不拿出个说法来，我就把你家也砸了。赵财主一听，吓得脸色都变了，他急忙从怀里掏出一沓银票，递给李富贵说，李老爷，您别生气，这是5000两银子，算是我给您的赔偿，您就收下吧。李富贵看着赵财主手中的银票，心中一阵冷笑。他知道这是赵财主在花钱买平安，但他也明白，
自己现在不能跟赵财主硬碰硬，自己还有家人要照顾，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毁了这个家。于是他接过银票，狠狠地瞪了赵财主一眼，说：“赵财主，今天就看在银子的份上饶了你，但你要记住，以后别再惹我李富贵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说完，他就转身离开了赵财主家。回到新居前，他把银票交给了老张头和儿子。老张头看着手中的银票，惊讶得合不拢嘴：“老爷，这是哪来的银子？”老张头疑惑地问道。李富贵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老张头和儿子。老张头一听，气愤地说：“这个赵财主真是太可恶了！老爷，咱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儿子也附和着说：“是啊，爹，咱们得想个办法教训教训他。”李富贵却摇了摇头说：“算了，咱们现在有了这些银子，可以好好过日子了。至于赵财主，咱们以后离他远点就是了。”老张头和儿子听了，虽然心里有些不甘，但也只好点了点头。他们知道李富贵说得对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过日子，而不是跟赵财主斗气。于是三人用这些银子买了些粮食和日用品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虽然辛苦，但却充实。每当夜幕降临，他们便围坐在新居前的大树下，分享着一天的劳累和收获，也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听到这了。如果您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可以在视频下方随意留言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订阅加分享。小鹿祝您好运连连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